好，那我们接着讲喽。OK， 所以在 sales cycle 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刚才只有提到这 G1S、G2 跟 M phase， 还有另外一个 G0 phase， 它其实是一个 senescence 的 state， 就是比较静止的状态。如果它今天在某一些状况里面，假设你今天没有给它营养的时候，或是 whatever， 它就会进到这个静止的状态。它还是有活性，它还是在做事情，但是它不会做任何生长的，不会长大，它也不会进行要决定去开始 run 这一个，慢慢让自己决定要不要进到 S phase 这件事，所以那个就会叫 G0 的 state。OK， 比如说有很多的细胞，它分裂的非常非常的慢，它就在 G0 的 state。Liver cell，OK，liver cell 它可能1年都不会分裂一次，它平常就是在做，它就一直在停留在 G0 的 state， 它就是不断的一直在做它解毒的工作。但是呢，如果今天你的 liver 受到损伤的时候，我们的 liver 是会再生的，它马上就可以很快跳到 cell cycle 里面开始作用。OK， 就类似这样的概念。那在 G1 的时候呢，如果你今天用 CDK 的 inhibitor 去 block 住的话，它就会停在G1， 就不会，我们就叫它停在 G1S 的 transition， 它就不会进到 S phase， 它 DNA 也不会复制。OK， 如果今天在这个 G2 时期最下游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脑袋里面一直想到会讲到最下流，对，但没有最下游的那个呢，就是 CDC25， 你把它 block 住以后，它就会停在 G2N。所谓的 G2N 就是在它的 transition 就会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刚才提到另外一个 checkpoint 是什么 ？mitosis 的时候，它要等每一个 chromosome 都过来的时候，它才会开始。那个地方，如果你今天 block 住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它是这个 APC 这个事情呢，它也会停在那个时期 ，OK， 然后就不会继续分裂去做这些事情。好，那每一个东西呢，都已经有发展出相对应的这一些不一样的 inhibitor 可以去 block 住。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去做很多的细胞分裂的实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你今天从刚才那个 flow cytometry 的 data， 你就可以知道，在 G2N 的时期的细胞非常非常少。你如果今天是用显微镜底下，你就这样摆着，这样去让 HeLa cell 长非常快的 HeLa cell 去看，可能只有不到2% 的 cell 在做 mitosis。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做实验。如果我们今天要观察任何 mitosis 的这些过程里面，都是非常非常困难。我们只有几颗细胞可以看，所以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要 enrich 某一个 cell 的 population， 或者我们会说我们要做这个 cell synchronization， 就是让它加了这个某一个 inhibitor block 住以后呢，它就一直停在大家在跑马拉松 ，right？ 它跑到这个地方它就停下来，然后别人在这个时间它分裂完，它跑到这个地方停下来，所以过个可能24小时或者过了1天以后呢，很多人就停在这个地方。等到你把那个 inhibitor 呢，把它 wash 掉，就或者把它拿走以后，换成 fresh 的 medium， 没有那个 inhibitor， 它就在短短时间内，几十分钟内就开始做这个 mitosis。我们就可以这样去 enrich 某一个 population 的 cell， 然后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在显微镜底下，我们平常拍根本很难拍到正在分裂的细胞，可是呢，如果我们进行这样子的synchronization 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细胞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呢。很容易随便一个视野底下就看到一堆在分裂 ，OK， 因为他们被我们 stop 在某一个起始点，然后开始做这件事情 ，OK。好，那有哪一些东西可以 regulate 这 CDK 的 activity？ 第一个就是 expression level of cycling，OK， 它慢慢增加，它有没有在这是第一个必要条件？另外一个就是 phosphorylation 跟 dephosphorylation， 那一些 V1、CAK。CDC25 会把它们磷酸化或去磷酸化，最后它才会 fully activated。还有一群还有什么？还有 CDK 的 inhibitor protein 或是 CKI，OK？比如说在这一些 CDK 有一个 P27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 CKI， 它就bind住这个 cycling CDK， 即便它们已经被活化起来，它被bind住以后呢，它还是会让它是处于这种不活化的状态。所以这个就可以去 block 住它们这些活性，然后去做到抑制的这些作用。那其实呢，在不一样的 cell cycle 里面都有各自的 P、CKI 这些旁边这 P21、P27、P57，这些东西不用去记，好吗？对，你要记得有一些 CKI 在那个地方，它有一个机制，就是 P 这的有几个是比较有名的，叫 P21，一个 CKI 是比较有名的 ，OK， 其他的我也没有记，但是我也不会考，好吗？但是呢，你要知道有这个机制 ，OK， 他们就会block 住这些不一样的 cycling 或者 CDK， 然后呢把它抑制下来。即便有 cycling， 也没办法有它
它就会把它 block 住。OK， 那去决定细胞分裂的速度有哪些？第一个，如果今天有 mitogen 呢，它是一个营养的物质，或是营养的分子 whatever， 可以让细胞脱离了 G0 的时期，然后开始进到 cell cycle， 这些营养的因子呢，或营养的分子，我们就叫它叫 mitogen。OK， 然后如果是今天是 DNA 有 damage 发生的时候呢，它也会让细胞停在 G1 或者在 G2 的这些时期，它就不要做 DNA 分裂或是复制。那细胞还可以进到我刚才提到一个 G0 的时期，那个就是一个 special 时期，然后它就不会进行这细胞分裂。那我刚才是不是提到了，有很多的 frog embryo 它的分裂是非常快的，然后 yeast 等等分裂比较，然后甚至在 human liver cell 是分裂更快，它就在 G0 的时期。OK， 但是你的 liver 受伤以后，它要开始再生的时候，它瞬间赶快跳进去cell cycle， 然后瞬间赶快分裂出来。那为什么early 的 frog embryo 它要生长得很快？我们当然原因是我们人家的，就是说它要赶快脱离它那一颗珍珠奶茶珍珠的这个状态，然后赶快变成是可以移动，它就可以逃生 ，OK， 可以自己去求生。可是呢，为什么它可以分裂这么快？原因是因为什么？它不需要再长大，它细胞核超大一颗，超大，比其他的那些体细胞都大好几十倍、好几百倍，所以它里面富含着任何的营养，它不需要在 G1 跟 G2 的时期不断的生成吸收外面的营养，然后生成更多的蛋白质、更多的胞器，它自带了满满的胞器 ，OK， 所以它马上就只要做，它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S 期，所以它已经没有 G1 时期跟 G2 时期，它只有 S 期，它要做的是 DNA 要复制，而且它的 DNA 复制也比别人快，原因是什么？因为它里面有满满的 polymerase， 它满满的这些 DNA 复制的蛋白质都本来一出生，它的那个 embryo 里面就满满，所以它的 DNA 复制也比别人快。OK， 所以呢，它的 DNA 复制呢可以是8分钟、10分钟就复制完，不，瞬间就复制完。你平常这些东西，你在 G1 的时候，你还要累积一大堆 DNA polymerase， 还累积一大堆必要的这些因子，还需要复制个8小时还是10小时，那个不需要，它就直接做。那一路它就，所以它会1分为2， 2分为4， 4分为一路分裂下去，直到它们的核质比你的细胞质里面的资源呢不够，它再去马上的去进行下一次细胞分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慢下来，因为量不够了嘛，对吧？这样合理吧？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它都可以分裂的超快，几分钟就分裂一次，几分钟分裂一次。可到后面它就慢慢的核质比跟体细胞差不多的时候，它就没办法，它就要再慢慢的吸收外面的营养，然后转换成蛋白质，生成氨基酸转换成蛋白质，然后转换成它需要这些东西，还要足够这些 DNTP 等等，最后它才可以做接下来的复制，它就会慢慢 slow down 下来。OK， 好，所以所有的东西呢，其实你都可以在细胞的层级，你都可以用物理或者化学的角度去思考这些事情，端看于你研究的够不够透彻。OK， 那这也是我一开始讲的，我们能不能够用这一个细胞生物学的角度呢，然后去用物理或者化学，然后去解释很多生命的运作的原理。OK， 好，那我们再提到了有另外一个让细胞可以从 G1 到 S 期进到 S 期的一个关键的蛋白质叫 E2F。OK， 这一些东西都你们未来都很有可能会看到。这个 E2F 呢，它平常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OK， 这个粉红色或者皮肤是 I don't know， 红色的这个球呢，它会被一个东西，平常会被一个 protein 拜住，叫 RB。这个 RB 拜住它了以后呢，它整个人就会是 inactive form。OK， 可是呢，到了这个 CDK2 或者 cyclin A， 就是 S 期的这个 CDK2 跟 cyclin A， 就是 S 期的那个 cyclin 的 CDK 呢 ，S 的 CDK 活化起来的时候，它会把这个 RB 加上磷酸根 ，OK， 它就是一堆 kinase， 它会把这个 RB 加上磷酸根，这个时候它变成是以 inactive 的 RB，OK， 那它就不会再黏着这个 E2F。那不会再黏着这个 E2F 的时候 ，E2F 就会变成活化起来，它是一个所谓的 transcription factor。所谓的 transcription factor 呢，就是一堆蛋白质，它可以黏到特定的 DNA 的序列上面。DNA 的序列它有很多的功能，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它是 DNA 有一段它就是 for codon， 我们叫做 open reading frame 开放读码区，
它上面的 DNA 序列是为了要以那个为模板去产生出 RNA， 然后产生出蛋白质。还有很多的序列是不是给生成 transcription， 它就是一堆 DNA。那些 DNA 序列也有一些特别序列，然后有一些特别序列呢是可以连这些被这些所谓的蛋白质所辨识到。那这些蛋白质辨识到了以后呢，就可以决定它要不要叫那些负责做 RNA 出来的那些 enzyme 过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 transcription factor 它会拜到很多它所辨识到的 DNA 序列上面，然后让这附近的DNA 可以开始被活化起来，就刚才提到，它就开始做 transcription， 然后产生出这些 RNA， 最后产生蛋白质。那这 E2F 呢，它就拜到很多的这些 DNA 上面以后，然后最后生成出非常多的蛋白质，是会让细胞从 G1 到 S phase 的这些蛋白质。OK，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 E2F 是一个上游，然后会帮助很多细胞从 G2 时期到 S 期的那一个非常上游的那一个因子。OK， 好，那这个 inactive 的 RB 呢，到了细胞要分裂完的时候，因为这些 CDK 这些 S 的如果你今天刚才看到前面有一个图怎么样？那 S 的 cycling CDK 增加到后来掉下来 ，right？ 然后又有 N 的增加掉，你到后面那个 S 掉下来，准备掉下来的时候，就是在 mitosis 掉下来的时候呢，在 late mitosis 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一个 CDK 去磷酸化，它又变成没有磷酸化，然后最后又开始 inhibit 这个东西，它又可以再进行下一 round。OK， 所以 always 是每一个时期有不一样的 kinase。然后它过了那个时期，它就没有活化了，那些人就没有被磷酸化，有的时候也被 degrade 掉，最后它就可以不断的进行这样非常精准的 cell cycle， 每个时期都做不一样的事情。OK， 好，那甚至呢，这些这些 mitogen 我刚才提到 ，mitogen 是一群因子、一群蛋白质或一群生长因子的总称，并没有说它是哪一个蛋白质。OK， 比如说我们很常用的在培养的 fetal bovine serum 就是胎牛血清。我刚才是不是提到了？我前几堂课有提到，在养细胞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一开始也不知道要给它什么营养。最营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血液里面，我们的血清里面是最多营养。OK， 所以当时候就会不会直接抽，不会抽 human baby serum， 那太有学术伦理的问题，所以就会找一个牛，然后胎牛，然后因为它为什么胎牛呢？因为它体型比较大。血比较多，血牛 ，OK， 血牛就这样来的，然后就可以抽比较多血，然后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OK。好，它里面就有很多的所谓的 growth factor 就可以当这 mitogen。那 activate 粘到这上面的 receptor activate 以后呢，它就活化，一直活化这中间所有的，然后呢，它就会活化 G1 的 CDK 或者 G1 到 S 的 CDK。那本来是一个被 RB bind 住 inactive 的这个 E2F 呢，就会因为这些 S 的 CDK 被活化起来以后。磷酸化了这个 RB 的 protein， 最后呢，这 E2F 就可以摆脱它，然后变成是一个活化的 transcription factor， 然后 bind 到它相对应它可以辨识到的 DNA 的序列，然后让它下游的这些开放读码区呢，可以真的开始做 transcription， 所以它就产生出很多跟细胞生长，就是从 G1 到 S 期相关的这些蛋白质去做这些事情。OK， 好，如果中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举手发问哦。好，那有什么样的状况呢？细胞会停在 G1。第一个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 damage 的 DNA 的时候，细胞也会停在G1，因为它一定要先修补完，它才要做 DNA 复制，不然它就复制烂东西，好吗？越复制越糟，所以它在那个时候是可以需要 sense， 如果今天有 damage 的 DNA， 它就会把它停在 G1， 或是今天没有一个好的环境的话，它也会停在 G1， 它营养不够。或是外面 pH 值不够 ，whatever 一大堆事情，他就决定我们不要生小孩好了，对，就一直卡在那个地方，或者说房租太贵，薪水不够高，这些都是导致这些少子化的过程就是这样。在细胞也是这样，你今天有一个好的环境，我要赚的钱够多，我今天有房子、车子什么子都有，那就合不来一个儿子跟女儿这样子 ，OK， 那他才会有好的环境，才会开始做 DNA synthesis， 因为一旦开始做 synthesis 就没有回头路 ，OK， 对，那个时候他就要耗费非常大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那怎么样去 sense DNA？ 我这边多加一个confirmation， 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 DNA double strand break， 就是说双股螺旋的断裂的时候呢，你的 DNA
会产生什么？会有一个 free end 的 DNA 在那个地方，在那飘 ，right？ 因为它断掉，然后细胞核里面有一群蛋白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蛋白质叫 mRN 的 complex， 它是4个蛋白质所组成，它就会辨识到这个 free end 的 DNA， 然后粘上去，然后开始呢，它上面一些 molecule 就会，我不要讲它全名，我再讲下去你们要考更多东西，所以我就讲 mRN。我希望你们知道这概念，它会粘到那些东西上面，粘上去以后呢，如果你今天做实验的时候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事情？它是一个细胞核 ，right？ 然后呢，你就大量的表现这个 label 这个 mRNA with GFP， 它本来是一个 soluble 的 form 在那个地方，可是呢，你今天用雷射这样烧过去，烧那个细胞核烧过去，它就一条线，那个地方 DNA 就被你雷射烧断掉，然后这个 protein 就会在那个地方聚集起来，你就看到一条线，你扫过去的时候，那 mRN 的 complex 就会聚集在那个地方，类似这样，大家做实验就可以看到这些。过了一阵子修补完以后，它又再退回去变成 soluble 的样子。OK， 对，所以这些人呢会辨识到这些 free end 的DNA， 然后粘上去。接下来呢，它上面的一些 protein 就开始活化下游相关的修补的这些蛋白质。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另外一个是 ATM， 不是那个领钱的 autoteller machine， 是有一个 protein 叫 ATM。OK， 好。那另外一个呢，它下有一个很重要的 protein 叫 P53， 这个你不在生科领域可能都听过 P53。OK， 那这个 P53平常是一个非常容易 degrade 掉的 protein， 因为它太容易 degrade 掉，所以在平常的状况底下呢，它表现always 是低的，低到不足以去引发任何的反应，因为它一生出来就 degrade 掉，一生出来就 degrade 掉。OK， 但是如果你今天产生这个 mRN 的 complex， 然后活化这些所有事情，它会把这个 P53 在下游的某一个 activator 会让它磷酸化，磷酸化了以后呢，它就不容易被 degrade 掉。那因为它不容易被 degrade 掉，你才会慢慢的累积足够的量。细胞是不断的一直在生成新的 P53， 可是它平常状况就 degrade 掉。可是它一旦磷酸化，它就可以慢慢的累积更多的。你没有人在花钱，我才可以慢慢累积存更多的钱，存到足够的钱以后，它又是一个 transcription factor。它会跑到细胞核里面 bind 到它可以辨识的 DNA 的序列，然后去调控它下游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基因叫 P21。这 P21 呢就可以开始被活化起来，然后产生出 P21 的 mRNA， 产生出 P21 的蛋白质。P21 就是我刚才讲到有一个很有名的是 P21， 就在这个地方。OK， 它是一个 CDK inhibitor protein， 然后它要 bind 到这些 G1 或是 S 的 CDK， 然后让 block 住。这是为什么你 DNA 今天你的细胞 sense 到你的 DNA 有 damage 的时候呢，它就经由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你的 CDK 会被抑制下来，所以它就不会再继续走下去下游的 S 期。OK， 是这样去作用的，好吗？那右边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是 DNA damage P53 被 activate， 然后在 P21， 然后在 cell cycle arrest， 这个是一个 well known 的 pathway， 我希望大家都知道，这个应该要把它记下来。OK。重要的东西要记下来，那太琐碎的detail，我希望你们就记概念就好。那因为不是随时都要考试，你们有那个概念，你们以后才会知道第一个你们会有 sense， 你会知道碰到这个东西我应该去看什么东西。然后 detail 的东西你再回去看课本就好，因为不是每次你今天什么事情，而且现在全部都问 ChatGPT 了 ，right？ 但问 ChatGPT 之前呢，你必须要有能力可以辨别是对的还是错的。OK， 所以这是为什么要上课的原因。Yeah， 好，所以呢，summary 在 G1 phase 的这些事情呢 ，CDK 它会被在 G1 的时候，很多的 CDK 会被抑制下来，然后 mitogen 其实是会让 cyclin produce 起来，然后会去刺激这个 cell division。OK， 然后很多 DNA damage 呢会像刚才那个 P53、P21 的方式呢，会抑制它，然后让它停在 G1 的时期。那如果今天这些事情呢没有处理好的话呢，其实它就会 delay 它的这些 cell cycle 的这个 progress， 甚至它就停到一个 non-dividing 的 status，OK， 就 G0 时期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讲 S phase。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 mammalian cell 我们的 DNA 其实非常非常长。DNA 的长度怎么样算呢？就是说我们是双股螺旋，然后是由4个核苷酸组成 ATCG， right？A 配 T，C 配 G。那 AT 这样叫一个
base pair 碱基对 ，CG 就有一个 base pair， 那你就这样不一路下去，我们就会算有几个碱基对，就是我们 DNA 的长度。那通常来说呢，就是我忘记3亿个还是30亿个，人类有3亿个，很多啦，3亿个碱基对这么长。那你今天一个一个要 DNA 复制，其实是哪有可能做这么快？你知道8小时里面，你的 embryo 还可以在10分钟内就可以复制，OK？ 怎么可能？我们今天做 PCR 的时候 ，PCR 知道是什么吗？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发明的人还拿到诺贝尔奖，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常常做的一个类似学 DNA 复制的一个系统。我们的 DNA 复制呢，用一个纯 optimized 的 condition 呢，我们可以在1分钟内可以复制1000个 base pair，roughly 是这个样。最 optimized 的状况就是什么都给它加最好的状况，它1分钟可以跑1000个 base pair。那你30亿个，我要几分钟？很难 ，OK？ 所以怎么样的方法？就是它第一个，它有很多的起始点，它不需要从一个 end 一路做到另外一端，它是可以有很多个起始点。这个起始点呢，我们叫 orange of replication。那这一段 orange of replication 呢，会从那个地方开始去做复制，原因是因为那个地方带有特别的 DNA 的序列，会让一堆跟它复制起始相关的蛋白质所辨识到，所以那一堆蛋白质会粘在那个 the orange of replication 在那个地方，然后引发下游的 replication。OK， 所以 always about， 所以这是为什么 DNA 的序列可以去调控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它要么自己做成一个，当成是一个 codon， 可以产生出相对应的 RNA， 要么它上面的序列是可以被某一些蛋白质所辨识到，它才会带有它的功能。OK， 好，所以呢，它有好几个一条 linear 的 DNA 上面有好几个 orange of replication， 所以它就可以从很多地方开始一直复制，然后慢慢的，你们以前都有看过，它会慢慢变成一个泡泡，然后最后这2个泡泡会融合在一起，它就变成完整的2条 separate 的这些DNA 或是 chromosome。好，那它怎么样？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 DNA 只会复制一次，不会一直复制下去？你今天那个 orange of replication 做完了以后，为什么它又不会再马上前面人跑掉，后面人再继续复制？不会，它只会复制一次。原因也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来解释 ，OK？ 所以呢，在这些 orange of replication 的 DNA 的序列，这一段的 DNA 序列非常特别，它会被一群蛋白质所辨识到，叫 ORC。Orange Recognition Complex， 它会粘到这一群的 DNA 的序列上面，上面还会粘着一个 CDC6， 在这个地方，在 G1 的实验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当你的 S 的 CDK， 就是要负责做 S 期的那个 CDK 量变多的时候，它会把这个CDC6 磷酸化，而且它就很容易去 degrade 掉。degrade 掉了以后呢，这 ORC 还会在这个地方。这个它上面盖着 CDC6 被 SCDK degrade 掉了以后呢，它的 DNA helicase 一个 DNA 复制非常上游的一个 protein 就可以粘到这个 ORC 附近，然后开始把它拆开来。OK， 你的 DNA 要复制一定要把它双股螺旋拆开来，所以这是 helicase 要做解螺旋酶，它就拆开来以后，你才会有很多其他蛋白质 polymerase 等等，它会跑上去，然后开始去做新的一股。这拆开来呢，也是因为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个 bubble。在那个地方的原因，然后这中间的过程呢 它 ORC 都一直粘在那个地方，然后它在 S 期的时候，负责它会有一个被磷酸化，它就一直粘在那个地方，所以当它磷酸化的时候，然后没有 CDC6 的时候，它不会再引发别的 helicase 再粘过来。OK， 它一定要有一个 CDC6 本来在那个地方，然后被拔走取代以后 helicase 才会上去，所以。一旦 CDC6 没有了以后，它只有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是不会有其他人再上去的，所以它就一直保持在 S 期所有的时候。最后呢 ，ORC 其实在非常晚的时期，通常在 G2M 的时候，在分裂的时候，它才会 degrade 掉。OK， 那在进到 G1 的时候，它又在表现出来，而且 CDC6 又再粘上去，所以它中间在只能分裂一次的时候。它就一直粘在那个地方，你就不会细胞是不会在 S 期不断的一直分裂，重复分裂 ，OK， 所以它只会分裂一次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OK。好，那另外一个 DNA damage 也会让它停在 G2N 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DNA damage。那我
我有提到说，刚才的 mRNA 的 complex， 它其中就活化我刚才提到 ATM， 然后呢会活化 P53， 然后又 P21， 然后这些相关的它抑制这相关的这些 cycling， 所以它就停在 G2N。另外呢，这 ATM 呢还可以活化这些下游基因，所以它会去跟这些会去活化这些 V1 或者抑制这些相关的这些调控 cycling 的这些 regulator， 最后它还是会停在 G2N。OK， 这是为什么 DNA damage 最后就会 run 到这些事情。你后来这些关键的分子都找到以后，你就会慢慢串起来。这整件事情细胞怎么样？因为 DNA damage， 然后它就停在 G2N 的原因是这个样子。然后慢慢的，你就会知道细胞在 cell cycle， 至少 cell cycle 这边它运作的逻辑是怎么样，就是这样去发现的。OK，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所有的 MCDK、cyclin B、ubiquitin 是一个 protein degrade 的时候需要的一个label 上去的这个东西。P53 或者 ORC Orange Recognition Complex CDC6 P21 有哪一些是 tumor suppressor gene？ 其实它们全部都是 ，OK？ 它们在的时候，它们正常作用的时候，它就可以做很多的 check， 它的 tumor 就不会乱长，一直不断的疯狂的分裂，它就可以不做这件事情它就可以抑制 tumor cell 去做这件事情 ，OK？ 好，那 so far 有没有问题？没有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M phase 呢，在 mitosis 的时候，它 DNA 在 G2 的时候 ，S 的时候 DNA 已经复制了，然后在 G2 的时候呢，它就变成2倍 ，OK， 46对染色体，然后在细胞分裂的时候，它就排列在中间，然后拉开来，最后变成2个 daughter cell，OK， 那在 M phase 做什么事情？第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第一个细胞核就 break down，OK， 然后 chromosome 变成 condensation 就变成比较浓缩，而且 sister chromatin 也会2个 sister chromatin 连在一起的姐妹染色体也会拉开来，然后最后呢，你的 cytosol 的这个 pool 2个也会分开来，然后右边这个是 animal cell 的 division， 然后在 plant cell 植物细胞 division，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一样，它也会这样子变成 condensate，OK， 细胞核崩解，然后它就变成它的 chromosome 已经 condensate， 然后慢慢的，但它们比较不会有所谓的赤道板，对，然后它们就会分开。植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系统，我只能这样讲。然后最后它们瞬间让你大家看到，喂，它中间有一个步骤，就瞬间各自就分开来啊。就这样分开了，莫名其妙。对，然后最后呢，它中间的地方还会生成很多的膜的构造，最后就形成一个新的细胞膜 separate 开来，莫名其妙。对我是研究动物的动物人，但是呢，我就觉得植物实在是太神奇。植物有没有 centrosome？ 有吗？这以前考过哎，有吗？有啊，骗你的，但真的没有。对。让你们这样不会睡着。植物没有 centrosome， 所以它没有一个 S， 它没有一个中心的东西。但是植物还是可以形成 microtubule。OK，microtubule 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忘记了。microtubule 是 tubulin 组成的。OK， 那 tubulin 呢？其实 tubulin 的，我跟各位讲一个概念 ，tubulin 的 local 的浓度只要够高，它就自己形成 microtubule。大家所谓的 centrosome 是一个 microtubule organizing center， 就是说 microtubule 会从 centrosome 长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centrosome 附近有很多的蛋白质，可以让那个阈值降低一点，它可以让 tubulin 不用这么高的浓度，它就可以让它形成 microtubule。所以在一样的浓度的状况底下呢，它就更容易从 centrosome 长出来。因为它的阈值比较低 ，threshold 比较低 ，OK？ 你平常的地方不代表平常其他地方不能长出来，只要你 local 的浓度够高，它就自己不形成那个管子。植物细胞呢也有类似这种centrosome 相关的，它没有这个结构，可是它有类似 centrosome 这附近蛋白质的这个功能，所以它还是可以形成它的 microtubule 不会是这样子这样插出来的一个很中心的，它就是比较分叉的这样一个的。这是为什么你今天不会看得到他们很清楚的一直往2个点分裂，它就是2个很排站的东西一路把它拉开来而已。
它们有一个中心的点在那个地方。OK， 好，那所以在 MCDK 的时候呢，它第一个它会让细胞核膜会拆开来，原因是因为它会让拉面，等一下我会讲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蛋白质，拉面 OK 会把它磷酸化，然后接下来就 trigger 这个细胞核的核膜的分解，然后它也会让这些分裂的 chromosome 可以 condensation。我们一个一个都会讲这些事情，然后最后还会把它 separate 开来。第一个呢，细胞核里面，我们常常每次画细胞核里面的 DNA 都画就是几条线在那个地方，就非常的不具体。这个我非常不能忍受这件事情，就我看不懂，他每次都画几条线，然后就说细胞核里面的 DNA， 细胞核里面的 DNA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假设我们现在在细胞核里面，然后这是核膜 ，OK， 核膜上面的天花，这个是轻钢架 ，right？ 上面还有一个天花板，那个天花板假设是核膜，核膜里面还有一层轻钢架，或是有一层 protein 叫拉面，就这个绿色这个东西，这个灰色的核膜，这底下这个轻钢架是拉面，它就是像这些轻钢架，然后它会有一个向外支撑的力道，让你这个核整个会是一个圆形的在那个地方 ，OK？ 然后呢，你的这些 DNA 呢，它不是自由的飘动在这个教室里面，它不是自由的飘动在细胞核里面，它的一端是粘着这个轻钢架上面，是粘在那些拉面上面，就有点像是你今天开 party 的时候，这有很多那个叫什么缎带吗？那个缎带粘在这轻钢架，就是那个 DNA， 它有一端是粘在那上面。OK， 对，那不这样做会怎么样？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疾病是拉面，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细胞核是圆的？为什么？为什么细胞核是圆？因为又是最佳的表面积吗？整天都拿这个在糊弄你们。为什么细胞核是圆的？有人要回答？哎，你们真的都凑满10分了，是不是？是吗？这么不缺分数，那我就考难一点哈。哎，不要，拜托各位，不要最后一堂课才疯狂来问问题，然后这边排了一大串人，好吗？你们可以分散一点，然后那一天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家。现在没有人跟你排队，你不赶快问，有没有人回答？来，因为可以塞这个东西，因为可以塞，就是最佳的所以你的房间如果是圆形的话，是可以塞最大空间利用率是最高的意思。为什么？为什么？那个角落塞不进东西，这边塞不了东西，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不是，我觉得不是。哈，就为什么它圆？那我们换，有没有人回答？有没有？来。防水的膜。那个磷脂是它那个。哦，你说这个，它为什么要防水啊？就是它不会有漏水的几率，就它的那个疏水性跟亲水性跟亲水的跟疏水的比较区隔比较好。OK， 我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不是，嘿，对，不是这样。哦，就是这个，你的 DNA 全部卡在这边，是不是？然后这边一堆垃圾，就是我们每次那个扫垃圾，就全部扫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你这边就会非常有创意。对，我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来，发力均衡，压力均衡呀，这个比较快接近答案。对，就是说我们那个拉面，哎，他们来讲，差一点又讲出来，有没有？哎，我可以接受，这个也可以算分啊，就是。比较东西比较容易卡住在那个地方，对。你有囤积症吗？没有哈，好。任何那个角落都要把它塞满，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OK， 它的确就是压力。你今天有一个向外撑的压力，然后拉面会负责这件事情。它拉面有 A、B、C，OK， 然后拉面 A、B、C 它就会形成类似这样轻钢架把它撑住。然后撑住以后呢，它就可以形成一个漂亮的圆形。当然也有外面的压力，外面的压力挤它的那个人呢是 microtubule。OK， 你们其实很常看我讲它是正常的一个圆形，不是一个正确的，它其实很多时候是豌豆型的。那个豌豆型就表示它有一个腰身 ，OK， 那个豌豆
的那个腰身的地方呢，那个地方通常都是 centrosome， 然后很多的 microtubule 会从那个地方长出来，它一直挤，它本来圆的那个细胞核就会被挤出一个腰身，但是它 overall 是一个圆形或者椭圆形，因为这边拉面有一个向外撑的力量。如果今天拉面突变，它这些东西拉面会坏掉，然后第一个你的核就开始扭曲，就 Q 来 Q 去烂烂的，然后呢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你的那个 DNA 会掉下来，那一端本来粘的会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它就开始跟很多其他 DNA 一直磨来磨去，因为它就飘来飘去，最后你的 DNA 会有大量的 mutation， 因为它撞来撞去，所以它就一直断，然后你的 DNA 里面就一大堆 mutation， 你就会得到一个疾病叫早衰症，就是非常小的年纪就看起来就非常老，牙齿掉光，然后眼睛视力也不好，头发也掉光。OK， 就是因为拉面坏掉，细胞核不这样，细胞不这样子，你的 DNA 就很容易掉下来。OK， 因为用一些疾病的方式呢，或许是另外一个去解释的原因，为什么细胞核是要是圆的。OK， 好，那再回到这个地方 ，CDK1 跟 Cyclin B 呢，它就会让这些拉面呢把它磷酸化，磷酸化以后呢，它就崩解开来，崩解开来以后，那个时候你的 DNA 已经变 condense， 它 condense 以后呢，它就可以磨来磨去，比较不会坏掉。如果是细细一条线呢，很容易断掉，好吗？所以它要先 condense 才不会坏掉，然后它就散布在细胞质里面。那一路到了后面，这些磷酸化没有了，或是这些 cyclin 没有了以后，去掉磷酸化以后，它彼此又可以彼此再 seal 回来，它原本就不seal 超快，这个可以很快的再缝回来，变成一个细胞核，非常快，几十分钟内就可以做好这件事情。好，那在细胞里面呢，这些 DNA 其实它，这 DNA 也不是一个一直在流动来流动去的东西，它很大一坨，你的人类有3亿个还是30亿个 base pair，right？ 所以它在细胞里面，它是各自待在某一个区域。比如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坨东西有很多颜色，对不对？我们是可以标定到不同的染色体，用不一样颜色去标定不一样的染色体。原因是什么？有很多不一样染色体，它上面有一些特定的序列 ，DNA 它是不是跟双股螺旋是会对应的 ？OK， 那我们就可以看它对应的那一个东西，去生成一个相对应可以标定到它跟它互补的这个 DNA 的probe 或者 DNA 就是一小段 DNA 上面接不一样荧光，它就会自己粘到那一个跟它互补的那个 chromosome。藉由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 label 到第1到第23对染色体。那你可以看到第9对染色体，它从这个地方，它是一坨，然后从底下绕过去，又在这个地方跑出来，所以它各自是一直待在某一个区，就是我们这边是假设1号染色体，然后那一坨又2号染色体，他们不会一直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就容易断裂。OK， 所以他们平常是很拥挤，然后在那个地方不怎么动，在那个地方。OK， 怎么从1号排到23号，用什么去排的？谁决定它是1号？谁决定是2号？第一个发现吗？来，对，就是用长度。如果你今天把所有的 chromosome 去排成最长那个就是体细胞的那些 chromosome，体染色体就是从长排到短。OK，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呢，不怎么动在那个地方。OK， 因为太动的话就会断裂，就会发生突变。好，那他们怎么平常都是这样的状况哦 ，interphase 都上面这样的状况，然后它在细胞分裂的时候怎么 condense 呢？平常还是有这个状况，就是说它上面有很多的 histone 的 protein， 然后呢，这 histone protein 是有8个蛋白质，然后1/4个圆是一个，然后有2层，好吗？有1/4个，然后上面有4片 histone 变成一个圆，下面有4片 histone 变成另外一个圆，然后最后它变成一个饼子。然后这个饼呢，就会差不多140几个 base pair 的 DNA 就会绕在这个地方，然后一段时间又有另外一个 ，OK， 它是这样去作用起来。然后呢，这些东西又可以再用这样非常 organized 的方式去聚集在一起，然后再变成更粗的一个东西 ，OK。然后最后这个粗的又可以再继续 condense 起来，最后才变成这么粗的一个 centrosome。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神奇。我每一次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最痛恨的就是去打开了我们去年收起来的那些灯泡的那叫什么珠串吗？打结打到我快疯掉，真的想直接把它们剪掉。就是解开来真的超级麻烦，再放回去，你又很难不让它打结。
那这些可以不打结，然后这样折叠来折叠去，到最后还可以松开，我觉得这超级神奇，好吗？最后呢，它可以差不多收起来10000倍的这样子的 condense 程度，然后让它变成一根粗粗的 chromosome， 我觉得实在是太诡异了。OK， 好，我们现在人只能做到什么？就那个磁吸的那个充电线，有没有变成一圈就已经哇，好酷哦！今天可以收好，直接变一圈的，有没有？还在那边捆在手上啊？人家不知道搞得什么样子，然后又这样卷，又这样卷，你等一下看到它卷的方式，你就知道真的有够夸张，好吗？那它怎么圈 condense 起来？其实有一个 protein 叫 condensing，OK， 是让它 condense 起来那个 protein。那它会先有一些 condensing， 然后让这 DNA 这样卷缠绕起来，然后 condensing 又可以再进行另外一个环，让它们环绕起来。然后这个环呢，会是在那个 chromosome 那个非常粗的那个棒子的中间呢，就会这些环状的结构，它最后它就是这样缠绕起来。它的概念是这样子 ，OK。那另外一个呢，大家很常搞错的，我也最喜欢考的 ，OK。大家很常考的，还有一个叫 cohesin， 一个是 condensing， 一个是 cohesin。cohesin 呢是另外一个这两个蛋白质才长得卡通图画的像，但是其实它们不像。它是让两个 sister chromatin 连在一起。我们不是很常看到在细胞分裂之前，它是一个蝴蝶在那边吗？它们两个连在一起，两个 sister chromatin 连在一起。为什么它连在一起？是因为它中间有连接的地方有 cohesin， 让它们抓在一起，不会分离开来。OK， 那 condensing 呢？如果你今天看这个 cohesin 呢，是这个 condensing 在哪里？在这里面好吗？在这里面形成那两个柱子，在这里面好吗 ？OK， 对，要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概念。好，我们来看一下 condensing 是怎么样去慢慢的缠绕起来，然后让 DNA 可以变成是一个非常粗的chromatin。好，这个问题已经被研究，已经不知道136年，非常非常久。OK， 这么粗的一个 DNA， 这全部都 DNA 哦。然后呢，这样子其中一条比较简单的 DNA，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 condensing， 然后它就会这样去缠绕起来，然后变成是一个这样的 loop。OK， 然后呢，我们的 condensing 2呢，它会形成这样子一个螺旋上去的一个环状的结构，每一个都会有各自的插出来的 loop。然后它就是这样子排列，一路的这样串上去。然后 condensing 1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一串里面还可以有很多个。这 condensing 2刚才那个环状上去的 ，OK， 那旁边的 condensing 1就会有很多串 ，condensing 红色的就在这中间，然后最后它就这样串起来。才会变成这么粗的一个 chromatin 或是 chromosome。那他们还做了一个 stimulation 的实验，就是说它现在这边黑色的就是 condensing， 然后那个细线就是 DNA。它如果今天丢在那个地方，像我们一开始不是有给你们看过一个 MIT chair 吗？跟这个比，那真的是烂到一个爆炸。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它最后是怎么样做 stimulation， 然后它就慢慢的这样 condense 起来，超快。然后就这样子彼此游离来游离去，到最后渐渐的它就可以收紧起来，然后变成一个 chromosome。这真是太厉害了 ，OK？ 对，我们应该发明那个圣诞树的珠串，也要可以这样子。不知道那有多困扰我吗？拿出那个圣诞树 ，OK？ 那个灯泡，我每一年都想要新买一串。对 ，OK， 好，那我们再赶快来看一下，刚才提到的，这有很多不一样的 cell cycle 的 phase，right？ 的 prophase 我就很快带过去，然后这个是 prometaphase，然后这是 metaphase 跟 anaphase， 然后是 telophase 跟 cytokinesis。但是呢，在进行这些 mitosis 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发生。第一个就是 centrosome 要变成2套。OK，
所以呢 centrosome 我们以前已经知道它是一个主要的 microtubule organizing center。如果今天有 centrosome 的时候，它就会主要 microtubule 从那个地方长出来，但是不代表 centrosome 没有的时候，细胞就完全没办法生成 microtubule。OK， 这个概念一定要完全是要纠正过来，因为我们有一些药物是可以让细胞没有办法去除掉它的 centrosome， 那细胞还是很 happy 的生长在那个地方，还是可以细胞分裂。它就是会找出替代的方案，它还是会让 microtubule 生成出来。OK， 好，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但是如果细胞里面正常的状况里面，它有 centrosome， 它当然就会更容易从 centrosome 那个地方找，所以它就会叫一个 microtubule organizing center。OK， 那但是它会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常常看到 centrosome 就有2套啊，你在 prophase 的时候就看到它2套，所以它会进行一个 centrosome 的 duplication， 它会开始在 S 期的时候，当它决定要开始进行 cell cycle， 要进行细胞分裂的时候，它就开始生成，它就开始生成它的duplicate 成另外一组 ，OK， 而且呢，这也是trigger把一些 G1S 或是 S 的 CDK 去做这些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本上面画的比较简单一点，就 G1 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就是 centrosome 呢，我们常常看到每周看到这2条线有没有？ Right， 你在课本上面你也看到2个筒子，然后每次它画都是垂直的，为什么它是垂直的？为什么它画垂直的？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它真的是垂直的。你在细胞里面很难莫名其妙会有一个90度角在那个地方，对，所以我在想说那个90度角，然后说会比较容易塞东西，我还在想要怎么样做实验，可以制造出一个矩形的结构在那边。但细胞里面呢 ，centrosome， 它那2个同一个是 mother centriole 跟 daughter centriole，OK， 它就是90度，为什么？知道吗？不知道哈。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好，然后呢，所以这个没有乱画，我等一下会讲为什么。然后呢，在 SG2 的时候，它就可以开始分 duplicate，然后变成2套，然后慢慢拉开来以后，在 M phase 的时候，它就会拉开来变成 mitotic spindle， 然后最后做这件事情。那这边有比较清楚一点的过程，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 centrosome 的结构 ，OK， 它有9+0的一个 structure， 然后每一个 microtubule 它是有3个环，但在这个地方它也是画错的，它最里面那个环是完整的，外面那些环呢是最里面那个环是这样子，外面那个环只有这样子。在外面那个环只有这样，这个叫 A tube， 这叫 B tube， 这叫 C tube。它这边都画3个是完整的环是错的，这个偷工减料，正确的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不是这每一个就是一个一个 tubulin 吗 ？Right，tubulin 这样组装起来，这外面有13个 tubulin 这样一圈。这边忘记 number 就没有13个，就比较少一点。OK， 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microtubule。这个就画的是正确，底下这个就画的正确 ，OK， 里面是一个完整的环，然后外面2个呢就是 incomplete 的这样子，然后呢中间呢那个筒子中间是有东西的，它就有很多的这些我们叫 car wheel 车轮，很多蛋白质长这个样子，然后粘在这中间 ，OK， 好，那我们在 G1 的时候呢，你当然就会看到一个 mother centriole 跟 daughter centriole， 就2个筒子。然后这些 mother 跟 daughter 上面不一样的地方是 mother 上面还有一个 subdistal appendage 跟 distal appendage， 它都一堆蛋白质去形成的一个头上的这些结构，它会从这个地方长出来，所以它就会有9个 distal appendage 跟 subdistal appendage， 类似这样的感觉 ，OK， 一个这样子皇冠在那个地方，然后接着daughter centriole， 然后当它决定要开始进行 cell cycle 要进到 S phase 的时候，它的 daughter centriole 会各自在它的侧边开始组装它的车轮，会先车轮组装起来，这最底的这个地方会在侧边长出来。接下来呢，到后面的时期在 S phase 的时候，它就慢慢在延伸所有的东西，最后到 M phase 之前，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完整的centrosome 在那个地方。OK， 那因为它 always 是从它自己的壁上面长出来的，所以它生成出来以后呢，当然就会是90度了。就这么简单一个概念 ，OK？ 那所以到最后呢，在 G2 的时候呢，这2个已经生成几乎 mature 的 daughter centriole，
这两组就会开始 separate 开来，然后就跑到两边，然后形成各自的 mitotic spindle， 然后去拉开来这些 chromosome。OK， 那我们上一次这些虽然这个 centrosome 长得非常非常的小，只有200 nanometer， 它的直径筒子的这个直径呢只有200 nanometer，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用我们第一堂课提到 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去看到它详细的结构。那你可以看到它底下是这些车轮在这个地方，然后慢慢的灰色的是 microtubule， 然后它有很多的里面的蛋白质会这样组装起来，拉紧彼此，然后最后它才变成是一个很完整的这样 centriole 的这样结构。这是从上面往下看，就讲里面是塞满满的东西，不是空心的。OK， 然后这外面就会有distal appendage 跟 subdistal appendage， 还有很多的 paracentrale matrix protein 会在这外面，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超级清楚的一个 centriole 的样子，在那个地方，大家平常都看到一个筒子，画一个筒子而已。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提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mitotic spindle 永远会发生在2个 centrosome 中间？为什么？谁规定它们不会发生在另外2边，而是永远发生在2个 centrosome 中间的位置？也是有原因，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原因。我们刚才是不是提到 centrosome 是一个 microtubule organizing center？ 所有的很多的 microtubule， 我们讲这个 part， 我们就先休息。microtubule 会从它长出来，然后这些 microtubule 呢是这样子，很多的 tubulin， 然后这样组成，它会一直生成又开花，生成又开花，这就叫它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就是所谓的 dynamic。它这个开花的过程叫catastrophe， 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就是甚至不开花，不开花。所以你如果今天在看这个是 centrosome，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这一根一根的是 microtubule， 它就不断一直伸长又开花，就会缩回来。OK， 它就一直生成，一直缩回来，一直生成，一直缩回来。在细胞里面，它就是不断的做这件事情。那又缩回去了啊。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这2个还没有形成 mitotic spindle 的 centrosome 就不断的一直做这些，一直出去缩回来，出去缩，一直怎么样？它们2个中间的时候，中间这个区域一定是2个来自于不一样的 centrosome 的 microtubule 会碰到最有机会的地方 ，right？ 你不可能在这个地方碰到它嘛，所以当它们2组的 centrosome 碰到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群的蛋白质会粘上去，然后会 stabilize 这个 microtubule。只要它们两组接上去的时候，这些黑色的蛋白质就会把它们稳定住，它就不会再缩回去了。OK， 所以只有在中间这个区域才会碰到这2组的人都粘在一起，然后会 stabilize 它们，最后自然而然你这旁边又一直生长又缩回，生长又缩回，这中间都被 stabilize 下来，它才会形成 mitotic spindle 在那个地方，而且永远都是在2个 centrosome 中间，不会在别的地方。OK， 好，所以呢，有分成几大类的microtubule， 一个是我们这个叫 spindle pole，OK， 那这个呢会叫 aster 的 microtubule， 就是它长出去的这个 microtubule， 然后呢还会有什么？会有粘到 chromosome 有一个着丝点 centromere，centromere 应该叫着丝粒 ，OK。所谓的着丝粒是什么？着丝粒也是一群特殊的 DNA 序列 ，OK， 就会是在每一个这些 double strand 的 DNA， 然后它会有一群的 DNA 序列是非常特别的，叫 centromere 着丝粒。这些着丝粒呢，一样会吸引了某一些蛋白质粘上去，然后变成是一个蛋白质跟 DNA 的复合体。就叫着丝点 kinetochore，OK， 然后呢，这些 microtubule 就粘到那些 kinetochore 上面。如果它今天粘着这些 kinetochore， 就会叫 kinetochore microtubule。如果今天它没有粘这些 chromosome， 只是彼此跟彼此拉在一起，这样子它们才可以互相传导这个力道，那个叫 interpolar microtubule， 而且那个是稳定的，非常非常稳定，那力道是非常大的 ，OK， 它可以稳定在那里。其他的 aster 是不稳定的，所以如果我今天问你aster microtubule 跟 interpolar 的 microtubule 哪一个比较稳定？哪一个 ？interpolar microtubule 是比较稳定 ，aster 是比较不稳定，它就一直在那边生长缩回来，生长缩回来。OK，
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蓝色的染的是 DNA， 你就可以看到这中间就有很多的 mitotic spindle 在那个地方。那这些 chromosome 就不断的一直在进行这样推拉，它最后就拉到正中央。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 DNA chromosome 都累积在中间，我们所谓的赤道板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下一堂休息个5分钟，等一下我们就会讲为什么细胞会有一个 checkpoint 在那个地方，可以让所有的 chromosome 都排列好了以后呢，它才开始分裂。只要有任何落队的，它就不会分裂。OK。